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6月11日啊，即係咧中國房地產就爆咗雷啦，而家咧電動車比亞迪啊，似乎就排緊隊爆雷。咁我認為咧第三批爆雷嘅咧，好可能係地下鐵嚇。咁啊高鐵咧就會好啲，高鐵咧就有中央政府支持，地下鐵咧係靠地方政府支持嘅。咁啊點解我今日突然間又講地下鐵咧？就同一單新聞有關啦。台灣一個網紅啊叫做館長，咁啊館長咧就去咗上海。咁其實去旅行去全世界，你去俄羅斯又得，去伊朗又得，去朝鮮就得㗎，冇問題㗎。你去上海旅行咧，我覺得冇乜問題。但係佢講嘅嘢咧，好明顯咧與事實不符，因為佢以前咧即係以反共啊或者係見稱啊，即係一啲比較尖鋭嘅言論。但係你都可以翻大陸，即係理論上有政治風險喎，唔係國台辦就非常之歡迎佢翻大陸喎，翻大陸仲做直播。做直播咧，其中咧就講過一啲咧，我認為不是事實嘅嘢。佢就話咧，大陸人咧其實都好自由啊，可以翻牆上網噶佢哋可以用 VPN 喎。咁呢個咧係咪事實？好多人都用 VPN， 我嘅聽眾裏邊咧，我相信咧都有萬計嘅人咧係用 VPN 聽嘅。咁但係問題咧，理論上你用 VPN 係唔可以光明正大嘅，因為係違法翻牆嚟嘅。以前咧就有一啲嘅網民咧就舉報台灣網紅啊，結果咧佢自己咧去公安局舉報嘅時候咧就俾人拉咗，就因為違法翻牆要罰款，咁唔係好嚴重嘅罰款。我以前喺深圳嘅大學咧，佢哋學校咧有啲地方啊，譬如話指定嘅辦公室咧係可以翻牆嘅，用佢哋 WiFi 咧係可以翻牆嘅，亦都可以俾你 download 一啲即係西方嘅學術論文啊，咁你翻唔到牆，睇唔到個論文，做唔到研究，發表唔到噶。而且學校都要求我哋喺嗰啲雜誌度發表論文啊嘛，所以咧喺學校嘅指定某啲大樓係可以咧係用 VPN， 而 VPN 學校提供埋嘅。咁當然佢哋全部睇晒你睇嗰啲內容啦。譬如話圖書館都係啦，圖書館咧喺頂樓有一層咧叫做港澳特藏，就有好多禁書，有黎智英啊、司徒華有呢個嘅蔡英文啊嗰啲書嘅。咁但係咧你借閱嘅時候咧，佢就一定要你實名登記，拎嗰邊本書你可以做研究，你可以寫文章鬧衰佢哋，但係就會有晒你嘅足跡喺裏邊啦。anyway 咧，上海浮磁列車坐得好舒服啊，館長佢用呢個咧反駁台灣咧有啲人真係井底之蛙嘅。之前又話台灣咧有啲人又話有個教授又話大陸人食唔起茶葉蛋，其實最窮嘅都理論上應該食得起茶葉蛋嘅但係佢有台灣咧有一個民進黨人啊，佢就話大陸嘅高鐵係冇靠背嘅，咁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因為成日有啲衝突咧，就後邊嗰人咧係踢前面個靠背啊嘛。你有大陸坐個高鐵都會有機會遇過呢啲情況噶咁我就遇過啦。喺10幾年前，我已經係經常喺大陸坐高鐵，坐呢個嘅輕軌高鐵，以及咧上海坐浮磁列車等等等等。咁呢個咧佢哋無可否認嘅係全世界最先進、最舒服、最發達嘅但係有一個問題，你用呢個嘅政府嘅錢去推動呢個基建發展，佢係可以改變到好多人嘅生命，改變好多人嘅命運。我10幾年前喺大陸教書已經同學生辯論過呢個課題。政府應唔應該用大型嘅基建去改善啲人嘅生活呢？因為呢個涉及到一個咧經濟史嘅問題嘅。呢個經濟史咧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93年攞嘅，就叫做 Robert Fogel。我以往係導讀到佢言論，佢嘅研究噶啦，喺93年啦。利用咧佢嘅研究，佢就係做鐵路研究而聞名嘅。佢就話咧美國嘅鐵路咧係被高估咗嘅，因為咧美國嘅鐵路咧，譬如話呢個喺19世紀前後、20世紀前後，美國就起咗好多鐵路。但係呢啲鐵路咧改善到當時人嘅生活，但係佢就發現咧長遠咧對經濟 GNP 嘅增長咧係被高估咗嘅，因為你唔發展啲鐵路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嘢取代，譬如話美國就可以用海路嚟取代鐵路運貨。起碼喺當時就可以內陸嗰啲就個需求冇咁大，內陸就後來公路可以取代到鐵路當然有貢獻啦，但係問題鐵路咧就要有巨大嘅維護成本啊，而且鐵路就好麻煩，好似倫敦咁樣即係咧你起咗好多鐵路啦，英國咁，但係咧佢新嘅技術咧幾十年咧就會出現喎，譬如話而家就有高鐵有浮磁列車，但係即係呢個歐洲咧喺荷蘭，我早2-3年去已經有超速嘅地下嘅鐵路研究啦。
已經開始係就試驗工程咯，嗰啲係神速嘅，即係你好快就會上一個 generation 咧會被取代，咁你又變成先進變落後嘅，咁所以你又不斷要投入金錢去追啊，呢個就係喺基建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唔能夠持續，佢係改善到一代人嘅生活，但係就會虛度咗下4-5代人嘅生活咧，去維護呢一代人嘅風光啊！咁所以我10幾年前大學教書就問學生：你係政府，你會唔會咁做？佢大部分人應該都會咁做，因為佢哋覺得佢哋呢一代人咧就活得受益啊！佢哋上一代人咧冇高鐵嘅時候咧，哇個生活咧係不如而家好多嘅。起咗高鐵咧就起咗房地產，起咗房地產啊就有家電啊有其他嘅新興嘅行業出現咗，所以係令到好多咧窮鄉僻壤咧係幾千年嚟都冇機遇嘅，突然間呢10幾年就有機遇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咧就叫 TOD 模式 （Transit Oriental Development） 咁啊就係問題咧。中國我認為爆雷嘅下一個行業咧係鐵路業，尤其以地下鐵業。呢個喺大陸咧個文章喺舊年開始咧已經大量有呢啲文章嘅咁唔係我留意到啊，外媒當然留意到，大陸嘅媒體亦都留意到。咁譬如話以全中國咧賺錢最犀利嘅鐵路就係咧深圳市地鐵集團，以往咧係可以咧2022年以前2023年咧仲可以賺緊335億嘅。咁但係咧喺舊年咧2024年咧最新嘅數據2024年咧佢由地方政府深圳市政府補貼71億之後，仲要出現虧蝕，歷史性首次啦。咁長期虧蝕嘅就北京鐵路啦，北京鐵路咧係蝕216億嘅，政府已經補貼248億噶啦，扣除補貼後咧仲蝕216億，嚴重啦係咪啊？然後天津蝕35億，長春蝕45億，南京蝕53億，成都蝕69億，寧波蝕75億，濟南蝕45億，青島蝕88億，鄭州蝕70億，蘇州蝕85億，等等等等，全國嘅鐵路都蝕，烏魯木齊咧蝕18億，中國係犀利嘅，連烏魯木齊咧佛山都有地鐵。呢個係犀利。英國咧曼城冇喎，曼城得 upper ground 喎，地面嘅啫。好多城市英國咧淨係得呢個嘅地面鐵路，就冇地下鐵路嘅。地下鐵路造價貴好多。歐洲咧都係啦，大城市好多得地面鐵就冇地下鐵嘅。呢個問題嚟啦。即係點解呢？係咪歐洲做唔到呢？係咪美國做唔到咁多地鐵呢？仲用緊百幾年前嘅鐵路呢？紐約嘅鐵路百幾年前啦，倫敦嘅鐵路百幾年前啦，點解仲用呢？點解唔可以全國好似中國咁都行地下鐵呢？呢個呢就係個問題啦。因為呢整鐵路係無論如何都蝕錢嘅，營運係無論如何都蝕錢嘅。倫敦地鐵為例，倫敦呢理論上可以大規模翻新嘅，佢咁舊啦，但係唔係倫敦呢？佢已經係全球少數可以自負盈虧20億英鎊嘅鐵路啦。根據倫敦交通局嘅講法，佢嘅鐵路呢係嗰個票價收益係佔咗佢總體收益嘅60%，而呢最後呢係有盈餘嘅。當然啦，扣除咗政府4.85億英鎊補貼呢，佢理論上都仲打和。如果有埋呢啲政府嘅補貼呢，佢就有盈餘嘅。政府呢啲補貼呢，就用嚟發展新鐵路站啦，或者係投資做一啲科技研究啦，咁但係事實上呢，倫敦嘅鐵路係好舊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但係點解倫敦唔更新呢？因為更新要用大量嘅錢啦，咁大量嘅錢從何來啊？中國嘅鐵路呢，就係透過房地產。所以深圳咧以前點解有300幾億賺啊？就係因為咧佢一路起鐵路，一路賣樓盤，樓上嘅樓盤咧係同地鐵有合作嘅，樓上嘅商場咧係有租金收入嘅。呢個就係行咗香港模式、港鐵模式啊。倫敦唔係喎，倫敦咧90%以上嘅鐵路上蓋係冇嘢嘅，係空嘅。因為點解啊？啲人咧就會反對起高樓大廈，因為起高樓大廈就會遮住咗側邊啲陽光嘛。英國有陽光權 sunlight， 所以咧就反對嘅即係理論上咧，如果倫敦喺啲重要嘅鐵路站上邊起學生宿舍，我相信咧係非常之有利嘅對社會，係因為倫敦宿舍唔夠，
如果你起住宅咧，啲人啊唔會中意住鐵路上蓋嘅，因為嘈啊嘛、喧嘩啊嘛，治安可能亦都唔係咁好啦。下邊可能好多呢啲醉酒嘅人啊，夜晚啊咁等等。咁但係喺學生宿舍咧，問題係唔大嘅，因為學生宿舍係有實際需求，而且唔夠地方。咁所以倫敦理論上，如果起好多嘅學生宿舍，尤其是喺大學區附近嘅鐵路上蓋起學生宿舍咧，就可以舒緩到好大壓力，而且即係呢個政府會有錢賺，鐵路公司有錢賺。但係點解冇咁做啊？呢個其實可以應該要考慮檢討，佢就唔應該好似咧中國咁。中國咧整個中國嘅鐵路其實就係房地產項目嘅一部分，就係因為嗰啲城鄉本身係冇呢個需求。突然間咧，鐵路公司就話要起條線去嗰度啦，佢咪需求突然間刺激咗咯，啲人咪喺嗰度買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咁但係隨住地產崩盤，中國嘅鐵路咧亦都出現咗嚴重嘅虧蝕，因為中國嘅鐵路咧個票價好平嘅啫，深圳咁人山人海，幾蚊一程車嘅啫，你倫敦唔同喎，你搭一程車起碼3-5磅嘅，30-50蚊人民幣喎，去遠啲啊80-90蚊人民幣喎，咁咧。喺深圳、喺佛山、喺成都、喺濟南唔可以收80-90蚊人民幣搭一程噶嘛？唔好話好似香港咁收10幾20蚊，啲人都負擔唔起，因為啲人嘅收入係幾千蚊收入噶嘛。而倫敦嘅鐵路咧就係同市場掛鈎嘅，佢同地鐵啦、同呢個嘅火車啦、同呢個嘅巴士啦，或者咧同呢個嘅Uber 啦等等係競爭嘅，咁但係中國嘅鐵路咧，佢就只能夠考慮咧係啲人嘅購買力係收3幾蚊人民幣嘅啫，你收30幾蚊人民幣，啲人搭唔起，搭唔起就會蝕錢，搭唔起會更少人搭，更少人搭咧佢更推動唔到佢個房地產項目，咁所以咧從呢條數去睇咧，中國而家嘅鐵路每一年咧要透過地方政府補貼約1000億人民幣，仲未計最嚴重嘅就係高鐵。輕軌嗰啲係數以千億人民幣補貼，呢個政府咧就係利用2-3代人嘅錢去改善而家呢一代人嘅生活，咁但係問題呢一種形式係不長遠發展嘅，所以人無遠慮就必有近憂，咁所以點解英國或者歐洲唔大規模起地下鐵同埋唔大規模起高鐵嘅原因就咁解，唔係佢哋起唔到，而係如果要起咧就要大規模發債啦，發債咧你就讓下2-3代人去還債咯。咁所以咧翻去一開始講諾貝爾經濟學獎福柯咧就話咧美國當年西部大開發嗰啲鐵路咧個社會貢獻係大嘅，因為有咗鐵路之後咧你可以做好多嘢，運兵又方便好多啦，然後運輸又方便好多啦，開發又方便好多啦，呢啲係即時效益嘅，但係如果拉長去以100年200年去計咧，佢個影響力咧就被高估咗啦，因為你鐵路起咗，你好少50年就拆咗佢噶嘛，好似倫敦咁100幾年都仲喺度，有 Underground 站150年，啲英國嘅鐵路站100幾年，由蒸汽火車變成咗而家嘅電氣化火車，再變成咗高鐵，咁佢中間咧每一次咧更換咧又要使好大嘅投資，咁所以點解唔去大規模發展呢啲基建呢？就係希望個社會可以長遠持久嘅發展。咁呢套係兩套完全唔同價值觀嘅，因為歐洲或者英國佢發達咗幾百年，佢而家覺得唔需要跑到咁快，跑到咁前啦。佢慢慢跑，舊咪舊咯，用到咪得咯，係咪？中國唔同喎，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佢哋覺得窮咗100幾年，所以突然間可以咧飛快跑，佢覺得有咁快得咁快，而且咧呢個大型建設咧仲有民族自豪感啊，就可以話俾人知東升西降。你睇下紐約嗰啲鐵路幾肉酸，你睇下加州起高鐵起極都起唔成，我哋就唔同啦，我哋幾犀利啊，全世界第一嘅鐵路孫中山嘅實業計劃喺我哋呢一代習近平新時代完成咗，呢一種係民族自豪感，呢啲咧唔係用錢可以衡量嘅。咁但係問題咧呢個就係下一波爆雷嘅大機會嘅地方，因為房地產爆雷咗之後咧就相大嘅就係呢個 TOD， 頭先所講啦，鐵路亦都會爆雷，所以鐵路要解決呢個爆雷咧，一係就大幅增加呢個嘅票價，咁但係啲人係冇購買力去負擔到喎，大幅增加票價可能又死得更快。第二就係一係 scale down，將而家嘅鐵路咧減少運作啦，係咪？縮減佢嘅營運時間啦。
而家好多地方，包括呢個嘅佛山市鐵路，都係用咗呢個方法去 scale down 鄭州市嘅鐵路、濟南市嘅鐵路 scale down， 即係咧盡量唔行嘅時候就唔好行啦。第三個方法咧就係繼續發債咁但係繼續發債你係無力去維持喎。咁第四就要透過咧地方政府不斷補貼，但係而家地方財政吃緊喎，所以你不斷補貼咧，地方係捱唔得耐喎，長貧難顧捱到3-2年，好厲害噶咯，再捱落去咧，地方政府都係解決唔到，咁所以呢個係下一個咧爆雷嘅大機率嘅地方就係鐵路業啦。OK， 咁 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我文字版 ，YouTube 都係 ，YouTube 同 Patreon 咧仲有大量嘅獨家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載啦，15美元一個月以上咧就可以咧有無限重溫內容嘅。咁載 Patreon、載 YouTube 會員，知識有價，多謝大家，拜拜。